Hi Class One， 我是皮少忠，今天来到了大墨雨村，就在我们云南本地啊，这有一个叫寒武墨雨，当然我倒着念，先告诉你寒武，再说墨雨这个地名。进去找这个陈老师聊一聊，让他们给我科普一下，因为这个在我看来是对我来说是个短板，但我很感兴趣，宣传咱们云南本土能够出土的那些标本。陈老师你好，你好，1分钟，我把这个处理一下。陈老师了，我把这个没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先从镜头里面看一下。好的，有什么就直接问我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就需要陈老师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的，让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东西，好的，让他去感兴趣。好的，我先拿一个资料，好，先拿一个资料看一下。好嘞 ，OK， 就直插主题，让陈老师直接给我们。好的，我们这个小博物馆的话，我们这个小博物馆的话是叫做这个墨雨寒武化石展馆，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的话要国家审批的，就是私人的博物馆里面的产品都是要国家要登记的。那我们这里的话，精品不多，主要的话，因为我们大墨雨这边西山区这个大墨雨村附近是有这个寒武纪地层的剖面，但不是保护期，是一些就是说是工地的废弃料啊之类的地方的话，里面就含有一些寒武纪的化石。我们搞的这个研学活动的话，主要就是给这个青少年、小朋友啊这些科普这个寒武纪的古生物学的知识。所以我们大概搞这个博物馆搞了三年多，将近4年。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来了解。像这些就在本土出土，这个就是我们本地本地采集的。我们本地采集的，就像这个就是莱德利基三叶虫，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层和这个澄江嘛，就义溪澄江的那个地层是一样的。我就看和这些不一样，就像岩层不一样。是岩层不一样，岩层不一样，一对比就能看出来。你像我们这边的这半部分嘛，都是我们大墨雨这附近的，属于寒武纪的地层，早寒武纪的地层，大概是5亿1800万年，就是跟澄江是同一个地层的，但每个剖面不同的话，它岩层稍微不同，这些都是沉积岩嘛，都是海洋沉积岩。它这个是往地底下挖出来还是？有的是修路的话，还有一些是工地，比如说修隧道啊，一些工地的一些堆产的一些废料。从这些废料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建筑价值，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这个石头里面，但是它就有这个化石。这边呢，因为不是保护期的话，这些化石呢，就是在这些碎片的石头里面，废弃的这些石块里面，因为这种石头的话，它不适合做建筑材料，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因为它就像干燥以后的海绵一样的是沉积岩，如果说雨水、风吹日晒的话，这个石头很快就会变成土壤，所以就不能做建筑用。相当于是在这种找到的，只是说它里面有比较宝贵的古生物化石。像这个岩层和这个岩层就是不同。像这个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边的？这块的话可能是湖南那边的，这个石头就非常硬。像这种的话就是你看下面有切割的痕迹。像这些地层的话就不适合像五花肉对，像这种包括这个牙齿的某种仪的都不是都是我们云南的地方，但这个石头非常硬，像钢板一样的，它是就云南本土出土的大概类型都是和这个岩层是对，如果寒武纪的最好采集的就是这种，它有容易风化、容易敲开，或者是在地表上直接就捡到了。我们实际上这边敲化石，有时候敲，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做捡就可以捡到了，徒手戴个手套就可以捡到了。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这边的。好，那接下来再让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属于云南的，但是很有特点的、不属于云南的很有特点的，这个因为这个云南都有，就不太介绍了。像这个，这云南有，这是什么呢？有，这个是贵州龙，是属于海洋爬行动物。说贵州龙，但是它跟恐龙没有直接关系。它属于海洋爬行动物。它的体型就长这么大了。这个基本上是成年体，就是50，最长就是这种品种的叫服氏贵州龙。大概就是50到60厘米，就是最长的了。它虽然有龙的这个后缀，它是因为拉丁文
过去从日本人的文献里面翻译过来，所以带龙。但实际上的话，严格的说，它是海洋爬行动物。哦，因为它比恐龙早得多。最早它在陆地上是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后来山海变迁，它就变成两栖类，生活在海洋里面。过后可能海洋又退了以后，它又会上陆地。就跟我们今天的适应能力还对，就爬行动物嘛因为这个是云南贵州。主要全世界的产地就是云南贵州，有一部分品种就是类似这种品种的话，在云南永胜也有，在安徽的巢湖也有，但在其他国家也有，包括青藏高原也有，因为青藏高原过去是海嘛，它主要就是2叠纪的地层，看着像蜥蜴那种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是这种有个那个标志，它就是2叠纪的地层，就像这些蚁跟这些蚁是同一个地层的。然后的话，如果典型的像这个是广西典型的这个就是几百万年的，这个就是属于1000万年、几百万年左右的典型的螺，这个就是以前的沼泽、淡水嘛，这个这些是以前的沼泽就是淡水沼泽里面生的这些螺丝，这些就比较接近现在的年代，经过几亿年的风暴对，这个就不是几亿年，这个可能只是几百万年，几百万年。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形成年代最短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植物化石，这个是在云南某地挖到的。所以某地的话，大概位置我们也不清楚，因为是朋友送过来的。当时的话，这个叶子非常有特点这里是虫咬的，你看都保留下来。你看这里摸一下，像面粉一样的，这个沉积岩非常细腻，就像那个压缩饼干那个面粉一样的。但这个叶子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化石的形成只有10万年。在化石里面属于离现在非常近了，只是10万年，所以这个树种现在还有。那天有个学植物学的这个专家就过来说，这个叫名字很怪，叫鹅耳栎，名字很怪，就是鹅。那像现在的这种树种，你说的鹅耳，现在的这个珍稀树种，据说普陀山还有，但其他地方找不到了。所以那个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树种的叶子，就是术业有专攻嘛，他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好，其他的像那边这个柜子里面的这些就是世界各地的三叶虫都有了，主要是以俄罗斯的这个是带眼柄的俄罗斯的这个三叶虫，广西的三叶虫，湖南的三叶虫，我们都有一些标签，还有这个我们这边大漠以附近的三叶虫，这个像这些为什么有的像很平面的，然后有的很立体的这种很3D 的那种，是怎么这个的话就是跟它形成的地层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看这个就很立体的，这个是非洲的莫罗哥的三叶虫，这个为什么就是它石头很硬，然后它又很立体的，就是它的形成的方式和我们这边的三叶虫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它的形成的原理不同。那边是火山爆发的火山灰，有些是火山灰以后像面粉一样的把它裹起来，就是没有那种有温度很高，但是它没有挤压作用。我们这边的话是一层一层的挤压过来，一层一层挤压过来，就把它本来是立体的虫，就把它压成平面的，压成像这边的话，就是它是包裹的，就像混凝土，就像一个动物，就是把它上去的时候是很绵软的对，就是它就没有相当于被就直接就是被包裹起来以后，比如说采的时候挖这漏到一点，露出来一点以后，要用机器。成本很高，用机器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出来。所以这种立体的，现在有些造假的卖的就是立体的，就是它是3D 打印的。你比如说，他把这些岩层磨成粉以后，搞个模具就3D 打印，在外还卖的就这个是真实的，可能要挖个几千只、几万只碎的，可能才找得到几只好的。所有里面这个东西和整成鱼类像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这个叫中华震旦角石，这个震旦角石是湖北的，可以做工艺品。这个古代的北宋的有个黄庭坚，一个大诗人收藏的这个，他们当时叫石笋嘛，就跟这个差不多。有个诗，黄庭坚就是北宋的一个大文人，他收集的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叫角石，就是中华震旦角石，它是一种岩骨动物。是动物的角。对，动物它的壳相当于就是这个动物就是潜水艇的原理了。它是一个最长有10多米，它相当于一个乌贼住在这个壳里面。
中间有气室嘛，它这个是软体住在里面，但死了以后软体一般保留不下来，只有这个壳能保留下来。这个壳最长是10多米的，所以我们这个是算小的，算个幼。这里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这边上就是来自摩洛哥和这个俄罗斯的三叶虫。俄罗斯的三叶虫很漂亮，是它前面这个大家看一下，它前面这个像触角一样的，实际上不是触角，实际上它这个是眼柄，就像我们戴一个眼镜一样的，但它前面这个球就是它真正的眼睛，后面就是眼睛，后面这个叫柄，眼柄。为什么会有眼柄？因为这个虫在海边的沼泽地里面生活，它的眼柄要超出这个泥的，超出沼泽的泥的表面，它要观察有没有天敌啊，寻找食物啊之类的。这个造型我看着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后，有一种后就是也是节肢动物的一种，也是。然后这里还有我们中国最漂亮的三叶虫，叫德氏虫，帕氏德氏虫，比较稀少的。俄罗斯的这个卡瓦勒斯基制虫，因为全世界有2.5万到3万之间种三叶虫，像这种虫在俄罗斯有，在我们中国内地有没有？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只是说是可能有些地方还没发现。像这边比较稀少的有陕西的巴山绅士虫，还有这种也属于比较稀少的，我们云南靠缅甸的宝山的三叶虫，有的名字还没有正式定，因为全世界三叶虫它是从这个寒武纪，早期嘛，这边有一个表，地质年代表，陈老师从寒武纪这里。5亿2000万年一直到这个2叠纪的末期，就差不多就是你看从5亿3800万新印阶一直到这个2叠纪的乐平统，大概到这个长兴街这个地方，将近有3亿年的时间，这个三叶虫就非常多，最多就是寒武纪、奥陶纪跟着这个泥盆纪，就三叶虫。这个时期是三叶虫的最发达的，所以最多的就是寒武纪的早期。然后的话，奥陶纪的早期，然后到了这个2叠纪以后，就因为随着其他的动物发展起来的，它的天敌越来越多，最后就灭亡掉了，最后就灭绝掉了。实际上这边是最基础。这些前新桶就是我们现在了，比如说梅加腊鸭鸡，你看这个后面，它这个标志的话，就是这个都是100万年的这个国际地质年代表，这个是亿。千万、百万啊，这种下去，这是亿啊，对，千万、百万。然后在之前，生命真正出现的话，大概是在古太古界的时候，36亿年左右，36亿到32亿之间，就这个之间就是古太古界太古蚁嘛，这个时候就有最原始的生命。现在考证最原始的就在澳大利亚沙夷湾有那个很原始的古细进化石。那些但我们就看不到了人类眼睛能看到的大概在6亿年以后，埃迪卡拉系就是新年附近埃迪卡拉系也有这个6亿。埃迪卡拉系的，因为眼睛我们看不到，还有就是化石也很珍贵，所以我们这里就没有埃迪卡拉系的。但我们中国有就是它在澳大利亚是典型地层，在我们澄江是这里第2阶，在后面又有这个布尔吉斯加拿大的，它整个线路就是一直从地球的形成，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古人类，到我们现在的智人的发展，这个地质年代表这些。陈老师这里收藏的是到哪个阶层？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就是以这个寒武纪的然后的话中间主要就是寒武纪的，然后有少量的，就是说是有少量的是这个哺乳动物的，因为哺乳动物的话不是我们的主要了解的，但我们就没有细分是哪一些。你比如说是像这个象牙。这个乳齿象的象牙，这个就是象牙，还有一些嘛是其他地方借来的展品这个就是小象幼象的象牙对，还有一些矿标，我们这边品种不是太多。其实我看着最好看的就是这种鱼类的这个鱼的话是罗平，因为我们云南的曲靖嘛，曲靖是称为鱼类王国的。鱼类化石的珠穆朗玛峰，就是曲靖的鱼类化石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全世界品种最多的。只是说，因为鱼类脊椎动物以上嘛，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所以它一个地方不会太宣传，一个的话也怕私人去挖，因为私人的话，有这个中国的化石管理保护条例，
如果触犯保护条例，就是有些属于犯罪行为，是要追究法律。就是个人是不可以去，个人不能去随便去挖蚁，更不能带到国外去。因为这些都是国家自然资源嘛。如果到保护区挖的话，是要触犯法律的。那如果说我随手捡到这么一块，随手捡到的话，如果说是自己保管一下，应该没太有问题。如果说觉得珍惜的话，当然可以善交给国家，给研究机构，但是不能大规模的去私下去采集，因为每年这个走私化石的话，就是每年海关走私化石，还有国家抓到的都有很多的，就是触犯化石管理保护条例犯罪行为嘛。在我们以前就是走私什么象牙这那些属于那些，都是连这个化石都是重点保护的哦。很多是重点保护的，像澄江的化石就不能随便从海关带出去因为有些化石带出去的话，就是说是完全违背国家法律的他们少量的个人收藏是可以的，少量的个人收藏嘛，自己但多了你就要开始报告对上峰对，让上面知道有在这个地质岩里面有这个矿体是吧？让上峰来挖掘。好，可以来参观一下小朋友各种化石。陈老师刚刚接到了带领小朋友2个大人去后山去采集他们的本地矿石去本地的这个标本去了看着陈老师远走还想跟他多聊一下，跟你说个事儿，我都有点刚刚问价格，为什么问价格？我都有点冲动了，想弄一个玩意。成年人还会有冲动行为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真的太吸引人了。我们去挖的时候做个直播。